你自己有在那个买房第一年就给他发动宽限期的吗？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不买房的3个主流借口，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跟你讨论为什么新手自产该少用宽限期。今天会聊这个是有一个观众私讯我，他说他的房仲跟他讲，如果是要买房投资自产的话，可以申请宽限期，反正5年之后就要卖掉，你不用白不用。他听起来觉得很有道理，所以跑来问我。那我在这里直接讲这个说法听起来逻辑很合理，执行起来也都 OK 没有问题。银行给你的话你就有了嘛，对。但我真的不建议你这样子做。因为宽限期是你防御的最后一张牌什么是宽限期我就不解释了，我们之前有拍过影片，如果你没看的话你可以看一下。除非你要把什么2胎3胎当做底牌啦，但我不建议啦我们今天把重点放在为什么这样子做不好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今年是2024年对不对那你2023年当初立志的新年新计划完成了多少？是全部完成了，还是直接就把2023划掉，把它写成2024就变成2024的新年新计划？会这样子问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规划事情的时候都会想得很完美今天怎样怎样怎样，明天怎样怎样怎样3个月之后我可以怎样怎样怎样，哇，搞得好像自己就是那个神机妙算刘伯温一样，所有的事情都能够算得刚刚好。所以你要知道，用宽限期会让你花更多钱但是实际你再会规划，你实际会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就是你给你的目标定了100分，结果年底结算的时候只做到30分。那你今天要用这个宽限期来让自己比较轻松的时候，你心里的想法是长这样子的，就这些钱我可以先存起来嘛，那到时候我就可以先去投资股票然后变得更多钱或是我就用来当紧急预备金实际上你那个紧急预备金到底存的怎么样实际上的情况往往都是哇，看同事 IG 北海道好漂亮，是不是该去一下？哇，这个老婆生日，哇，好久没犒赏，买个包送给她。哇，今天老板好机车我要吃个大餐泄愤，然后揪几个同事来喝酒。结果宽限期到了你也没存多少钱这才是现实不要骗我说什么自制力很强，这些钱你都能够存得下来你是这种神人除非你能够坚持3个月你都不打手枪那你就能做到这个宽限期然后就去存紧急预备金，这怎么可能嘛？那当然你还是会存下一些钱但是这些钱绝对不会比你当初认认真真去缴房贷本金加利息还要多。你房贷缴了那是你的钱你日后还可以用理财型房贷把钱套出来去做你要做的什么股票投资什么有的没的。但如果你把它拿去消费掉消费，那它就是不见了，而且后面你要缴的钱就还会比较多。为什么不建议新手用宽限期来做房地产投资？你一定有听过用宽限期来投资这种套路嘛那基本上这一招已经被封印掉一大半了。因为现在买房子大家都是放长放5年5年以后才卖，所以就没有什么宽限期过了就赶快卖了这一招新青安这个是另外的题目，这个我们以后再说。你还是手上要有一笔钱，你才能够 cover 后面的支出。那你通常也会想要把脑筋动在这边，通常都是新手我也可以先判断说，你手上资金不足，才会想要再把钱套出来。但是你要想宽限期只是让你在这段期间之内怎么样，只还息不还本，那等于你是多缴一段时间的利息，但你没有存多少钱你之后要拉钱是拉不出来的那要多缴多少钱呢那我们来看这张表，你看贷款700万再加3年的宽限期那就变成你要多缴13万。我们现在投报率要拼4%，都要去很认真的去找物件了，然后你还要再扣掉13万的利息钱，对并且真的在遇到状况的时候，你没有钱可以再拉出来你没有防御的能力，那你真的认为冒这个风险真的是好的选择吗？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聊了为什么新手该少用宽限期。我先跟你分享了那个宽限期它看似是一种财务策略很厉害，但实际上很容易因为人性的弱点让你最后是没有存到钱的。就像是很多人把今年的年度计划只是把2023改成2024而已
不要跟自己的人性去做对抗哦。所以我认为，如果你是新手，那你应该把宽限期来当做防御性的策略，这是一张牌哦。那你可以在真的需要的时候再打，而不是说一开始有就把它打掉这样，以避免你日后真的要动用到钱的时候，你是没有钱可以拉出来的。最后我提醒了你哦，用宽限期来做投资，会使你付出更多的利息钱，并且让投报率冲上4%，这件事情变得更加的困难。它会让你暴露在风险之下就对。那最后我想问你你有听过买房第1年就给他宽限期用下去，然后之后他们该叫没钱的例子吗？欢迎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讲八卦讲八卦，你不要用宽限期来作为评估自己还款能力的基础你不能够说你今天买了一间房子然后算一算它宽限期是多少，我付得起然后我就去买了，不行，千万不要，很危险，很危险。对。宽限期它是一张牌，我以前也用过了，我知道。对，那我后来想一想我现在的执行真的都没有在用宽限期，我就是本金加利息。所以我现在评估我自己一间房子的还款能力的时候，我就是本金加利息，这个放在我身上，我 O 不 OK？ 我 OK 我才有办法去买它，就是这么硬就是这么，其实这哪有硬？这不是以前一直以来大家都是这样嘛？那宽限期是新的招数，然后他们乱搞。那就是本金加利息，这是不是我的能力范围？如果是那这间房子才跟我有关系。如果我只负担得了它的那个宽限期里面的钱然后等到宽限期一过我突然会变成压力山大的话，那这间房子就是目前跟我怎样暂时没关系。你就这样子想，你只有这样子想你的抗风险能力你才会强为什么？因为房地产不会永远上涨真的虽然我叫买房阿元，但我也不认为说房地产台湾房地产就是这样一路向上，一路不回头，它有就有代志。对，所以你到时候临时要用钱，结果你一直要用宽限期大环境持平或是没涨或是下跌的时候那你宽限期一过，本金加利息跑出来了，好，那你怎么办？你也没有增贷的空间因为大环境不好嘛。对那时候就是把你自己曝险在极高的风险之下呢。但如果你一直以来你都是本金加利息，你就稳稳的缴稳稳的缴，你就缴了3年4年5年之后，看你要不要卖掉。一旦你缴过前3年以后，我跟你讲这个大环境不好你都不会怕。为什么？因为你有很多去生钱出来去应对自己平日花销的能力就理财型房贷平日花销不是说什么你又把理财型房贷拿出来然后拿来还房贷，你这样会出事情在现在的政策之下，虽然到时候当大环境不好，很可能很多政策都会松绑但是到时候的事情到时候再说。对，你临时要用大钱此时你就可以去办那个理财型房贷，怎么样去拉出以前你自己帮你自己存的钱，这就是我说的抗风险的能力或是突然父母生重病或者怎么样，临时要用大钱你房子是拉得出钱的，你就应该要这样子，然后去保护自己的人生。那没有用到是最好，那你就是本金加利息一直还，这就是你的能力范围嘛。那就是这样做，我自己就是这样子做，我的能力范围里面这样子慢慢去做。对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超稳健的那你说房地产持平或下跌，我们怕不怕？我们一点都不怕。为什么？因为房地产要持平或下跌，它的周期会很短，涨都很长，跌都急跌涨都很长。这个都有图表这不是我那边乱讲涨都很长慢慢上去，跌都是急跌大概都是这种图画。OK， 那所以我只要确定我能够撑过2年的时间，你2年房地产还要持续烂下去真的遇到了那就当天灾就当4月3号大地震。对，所以只要能够撑过2年就很稳定了。那你要怎么撑？就是你平时要帮你自己存钱本金加利息那你宽限期的话，你就只要还这个嘛，然后变成说你都没有帮你自己存到这笔钱，然后你就是硬存每个月都去付本金加利息，有宽限可以用你就不要用你就故意的你就继续本金加利息，这样硬生生的去存钱，来提高你自己的人生防御能力。我会说我们都做房地产的，我们拼的是什么？拼的是稳健不是什么极限操作。当然啦，这个市面上会有非常多，像那个观众他就说什么房仲跟大家讲那还有一堆神级操作，就乱七八糟的操作都是在走钢索。我甚至觉得那个不叫钢索，那叫钢丝走钢丝。
你做房地产，你把自己逼成这样干嘛？你要玩那么刺激的，你为什么要做房地产？你为什么不去做股票？你为什么不是做期货？你看做股票、做期货的人，他们是怎么看我们房地产？他说涨得又慢，赚得又少。你要挑战这个心跳刺激程度，你去做股票，你做什么房地产？那做房地产的话，就是求个稳健。那稳健的话，你就一开始买房子的时候，你就要衡量。当本金加利息同时喷出来的时候，我自己是 hold 不 hold 得住 ？hold 得住 ，OK， 好，这间房子恭喜你，你跟你有关系，而且你持有起来会非常的稳健，不会出现什么大的情况会让你被法拍。如果你那么稳健，你还被法拍，那我跟你讲，全台湾数十万户同时在被法拍，那就当天灾啊！那种事情天灾这种事情的几率又很小，应该是很难发生。不然你看，我们台湾历史上台湾创岛以来房价最高的时候就是现在，对不对？结果那个银行局每个月公布的余放比就还不出贷款房贷部位还不贷款人超级低嘞。0.0几呢？对啊，所以稳健那能不用宽限期你就先不要用宽限期。我现在是都没有在用宽限期就本金加利息这样缴反而很稳健。那未来需要用大钱的时候，我也不怕我自己没有存款那就从房子看突然谁说要生病要手术要干嘛要一笔大钱OK 啊，那就房子拉钱来弄。这个钱是也没多大啦，但它总是不会直接让我的生活就暴露在风寒之中嘛。对，这是我的想法，我的观念，稳健。我们做房子是为什么？我们是为了老的时候怎样有房也有钱。结果你现在各种极限操作，你把自己弄爆了。Hello， 台湾人有多爱买房子？我想不需要我来说明最后我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心得给你了，因为太多人私讯问了，那干脆拍成影片。先说结论买房置产是为了老了有房也有钱，不是为了短期炒作现在短期炒作赚不到什么钱你不要搞错了。那置产就是来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你就做个好房东，一直出租合法报税。我的心得第一个，不要爱上你要用来置产的房子，你是要置产不是要买来当传家宝的只要整洁干净好出租，整理到出租给人家问心无愧，这样就可以了。重点是好出租不是你喜欢好出租的房子比自己喜欢要重要太多了。第二点，不要用自住的眼光来挑选你要出租的房子就你是要出租你不是要自己住所以什么高楼层有景观其实这种条件是很好，但它没办法让你的租金多收1万块2万块租金租的是行情跟你房子的总价没什么关系那3房平车就是3房平车的租金行情，2房没车位就是2房没车位的租金行情。所以你打定主意你是要自产，那你更好的选择是你看中一个社区，那个社区里面的什么低楼层面中庭这种房子，因为同个社区高楼层同样的房型你跟它租金差不到3000块，可是你买的总价可以便宜个100万以上那投报自然会高人家很多嘛。自产就是选这个才比较合理。等一下你是不是想要反驳我？好，那你就去挑高楼层有景观，那总价比人家买超过贵100万，然后跟低楼层面中庭的包租公收其实差不多的租金都可以你爽就好。第三点，非常具有潜力的房子往往都很反直觉可是那个才是好东西。也就是说，好的自产物件就中古电梯大楼那个室内又脏又乱，漏水壁癌直接起来。其实这种我们最喜欢了，反正总归都是要花钱整理的嘛不如屋主你就不要整理，你就卖我便宜，让我们自己整理就好了真的我们认为的好东西其实带你去看你都不敢买我们看到广告里面写什么全新整理，这个就兴趣就少了80%，这个要讲不完总之就是说，自产物件它其实都是反直觉的，它的卖相都不好就是因为它卖相不好，因为它烂，所以它总价才低，它总价低，投报才高那新手很容易不小心去买到那种贵松松的漂亮房子，那变成说它有涨没错啦，可是它涨上去空间也不大那老鸟大概都买好地段没整理的烂房子，什么屋龄20几年然后漏水又壁癌就 OK 这个没办法训练这是心魔你只能够自己真枪实弹去练习几次你就会懂了，就跟我当初一样
那像我们现在看到屋况不够烂，我会觉得很可惜哦。你要自产，你就是要总价低嘛。同一个社区里面总价低的房子啊，往往都是那没整理啊，条件不好啊，什么低楼层、面中庭啊。那自住客门一打开，他乱糟糟的，他就摇摇头不喜欢。可是自产客杀杀价就买下来，再花几十万整理到 IKEA 风该换的都换，到整理到问心无愧，然后长期出租，其实它投报率更好。这个就是我说适合自产的房子它乍看之下它都很反直觉。以上我的赖最常被问就这3点所以就第一个，不要爱上你是要用来自产的房子；第二个，不要用自住的眼光来挑房子第三个，适合自产的房子它都很反直觉最后我看好高雄啊，你看我影片那么久，你也知道高雄超棒，高雄不止台积电，未来的影片我也会陆陆续续介绍各项重大建设。自产高雄就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因为我跟店长配合超久了那非常的尽心负责。那他们也有长期合作的装潢、整理、出租反正自产高雄，我就推荐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现在就加他们的 LINE 买房阿元观众专用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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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请助理立刻丢几个适合自产的房子给你看。记得炒房不好，不要炒房，长期自产出租，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做个好房东。因为买房阿元自产高雄，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